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来到我的边走边聊节目啊。春节已经过去了啊，春暖花开，春回大地啊。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我其实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哒哒，就在我的眼镜上啊。我的眼镜不一样了啊，换了一副啊。我为什么换眼镜呢？其实这个和我今天要聊的主题有莫大的关系啊。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就是今天的主题是习惯。就是想想看，我之前那副眼镜戴了将近10年吧，10年之久，我竟然都没有换过眼镜。而且其实有一个特别让我觉得有点很想来，事后回想起来让我觉得特别懊悔的事情，就是那天啊，我就是拿到新的眼镜啊，在这个眼镜店拿到新的眼镜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啊，戴上之后，突然之间感觉这个世界怎么这么清晰？这个世界不是按道理应该是有点发黄啊，有点模糊，为什么是这么清晰？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之前那副眼镜因为戴太久了，上面很多划痕，然后它变黄了。它其实给我的这种平常看这个世界的笼罩上了一层不清楚的这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习惯了，戴那副眼镜，我习惯了那个状态，我就会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就是应该这个样子。其实真正促使我换眼镜还不仅在这个地方，就因为之前我有段时间住院了嘛，去年的时候，对，我去年的时候住院了，当时做了一个小手术啊，然后回来之后在家里卧床休息了1个多星期吧。就有一天早上，就是我平常睡觉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把眼镜放在这个床头啊。结果那天是放在床头的时候，同时在边上放了一瓶水啊，挺重的水。结果那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那眼镜直接掉到了床下，接着那瓶水也掉到了床下，把那个眼镜的这个镜框直接砸坏了。因为当时我自己在家里卧病在床，也没法出去，我老婆当天就去眼镜店给我配了个这个镜框啊，镜片没有换啊，没法换嘛，配了个镜框啊，刚好其实还算是匹配的。但那个时候，而且这个样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觉察出有什么问题。但是等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我老婆和我说，就是你这边怎么有就是凹进去的痕迹啊，还挺深的。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这个额头两边就太阳穴这个地方已经被这个镜框镜腿啊压出了很深的痕迹。他说你难道不疼吗？而且就算眼镜摘掉之后，那个痕迹依然还在，还挺深的。他说你是不是傻？你平常没有感受的，没有感觉的吗？我说还好。但是呢，自从知道这么一件事情之后，我慢慢就有意识了，有意识的去注意它，我才发现确实有点不舒服。而且随着过年吧，因为过年的时候人总会大吃大喝啊，脸圆了，膨开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才发现真的有点不舒服，隐隐的不舒服，有点疼这种感觉。我就知道我应该做一个事情了。对，刚好呢，人们就是这样的嘛，习惯性的在新年要立一些 flag， 要做一些新的调整和改变。我就想，那我就去配一副眼镜吧，对吧？所以等到这个过年回来之后，我就去配了眼镜。因为不只是镜框，我就觉得镜片也挺不清晰的，但具体不清晰到哪种程度呢？我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没有很仔细的想，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就像我上面说的，这个习惯
带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我甚至对于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状态、不好的一个状态，我习惯了，我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理所应当就是认为应当如此，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真的等到我佩戴上新的眼镜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之前眼镜是有特别大的问题，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佩戴，就是换一副眼镜呢？这其实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啊。这个引言特别长，聊了这么多啊，就是习惯。其实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学习中文的时候，特别容易被一个习惯给牵制住，影响我们更好的学习中文，或者是让你的中文停滞不前。那这个习惯是什么呢？这个习惯就是习惯本身。我们特别习惯于处在一个习惯里头，然后不自知，不知道自己在这么一个习惯里头，甚至这个习惯它未必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只是因为我们很熟悉，我们甚至觉得很安全，所以我们就会处在这个习惯里头，一天一天的过去。其实很多人都很习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按部就班的去做，觉得我这样只要比如说啊，我每天做个类似的事情，每天花30分钟学中文，对吧？这个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日程表啊，30分钟怎么划分，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然后每天这样坚持。当然了，坚持的力量是非常好的，这个坚持能给你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但假如这个坚持就是每天这样去做，按部就班的，没有任何变化的这么去做，并没有带给你真正的一个提高的一个状态的话，你是否需要稍微去进行调整优化一下？是否其中有些环节是有点问题的？你是否想过，就是可能有些就是虽然每天都在坚持，但坚持里面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是值得调整的。我们不能只是认死理，就觉得说我既然要坚持，我就这样，就是9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认为应该如此，一定要如此，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因为假如我不这样去做，我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本心，就是我违背了自己坚持这么一个状态。但说实话，这种坚持在我看来是人的一个常态。人其实是一个很习惯于避难趋易的动物。什么意思呢？避，逃避困难；趋就是走近。就我们其实害怕困难，我们不喜欢困难，我们喜欢容易的东西，因为困难的东西带来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带来不安全感，不安感是我们人类最讨厌的一种感觉。在学习上也是如此，我们不喜欢不确定的不安的东西。所以假如有一个老师告诉你说啊，你只要这样去做，每天都坚持按照我的方法来做，你一定在几个月之后或者1年之后能有所成的，你一定会非常开心，对不对？因为你找到了一个你可以很轻松的去坚持的这么一个方法，一个路径，而这个路径是别人给你画好的，画出来的，你觉得啊太好了，因为这个刚好符合你的心境，就觉得太好了。这个老师给我规划出一个很完整的路径，我可以这样去循着这个路径一步一步的去走了。但是你没有扪心自问一下，这个
一定是最好的吗？当然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像我上面说的，能给你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底子，对不对？但是学习其实说实话，在我看来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什么意思呢？私人化的、个人化的、个性化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每个人面对的困境都不一样，并没有这种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就这个道理是适合所有人的，不存在的，对不对？我最近其实在看历史，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文人其实我觉得挺可悲的，特别是明朝、清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科举制度，几百万的年轻的读书人呐，几百万，成天读的就是那种四书五经、儒家的一些经典，然后花了毕生的精力去读这些东西，只为了争几千个，最多是1万个名额吧。或许他们有些人是，我甚至觉得很大一部分人，他们都是没有从政的才能的，他们并不是在政治上有专长的这么一些人，更多是一种习惯性的。当然他们也很可悲的地方在这里，这个习惯是国家造成的，你可能只有这么一条路径去做，所以他没有别的方式去发挥你的才能，你就呈现在这个习惯里头，这个巨大的习惯里头出不来，你也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比如说你就去考，3年一考是怎么样，好像忘了，考不上继续回家去考，但是你不会去反省一下、反思一下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就中国古代的这个古典小说《儒林外史》啊，就讲当时就是那个毕生的学习者啊，叫范进还是谁，学到60、70岁，头发都花白了，胡子也花白了，终于考上了这个进士还是没有状元啊，秀才。我忘了啊，反正科举制度上考上了第1级还是第2级，然后疯了。想想看，一辈子都在做这么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反思过，是不是这真的就是对的？是不是你的才能就在于此？是不是其实你的时间，因为人生苦短，你的时间可以做另外一些事情，真正符合你才能的这些事情。我们学习中文也是如此，学习中文它是学习的一个面向。我们其实需要思考一下，就是我们自以为认定这个路径是不是一定就是对的。我们现在学习其实有2种方式，对不对？就是特别是在才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就是才开始学习中文的一个状态，因为从初级啊，从0到初级这么一个状态，有个固定的路径可以去走，很方便，很踏实。每天就这样学去，你知道自己在不断的进步，因为这个路径其实是经过验证的。你从门外走到门里这一步其实很好走，但是门里啊，知道一团雾气，迷迷蒙蒙，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再往里走，一步往前走的时候，你无所适从了。这个时候假如哇哦，有一只鸟这么大，有一只鸟，这个时候假如有一盏灯出现了，然后在你前面引路，你是不是不自觉的就跟着这盏灯走了呢？对不对？要是你完全靠自己去摸索，那是不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对，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习惯。我们习惯认为有这么一条固定的路径，
就一开始的时候，从门外到门里，有一条很清晰的路径。到门里，你也希望有一条这么非常清晰的路径。就比如说，一个灯在你前面走的，漂浮的，你跟着这个灯往前走。你希望它就是带你不断的深入到最核心的地方。但其实，说实话，可能就是不存在这么一盏灯。你所认为这种灯，它可能是一种虚像，甚至是很多灯的一个影子。说的有点哲学上的一个，有点乱啊，有点悬了。对，其实我想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就是我们坚持这个力量，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做这件事情，自然而然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走，我当然必须得不断往前走。但是在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根据脚下的情况，就是虽然有雾气，但脚下有一些这个地形还是能看到一些的。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得根据这个情况做调整，改变你的一些路线？虽然就是往的一个大方向去走，但小方向上你需要去不断去调整、做优化、做改进。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什么也不管不顾的，只是往前走。那前面万一有河水了，你不就直接掉到河里头去了吗？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灵活的去处理这个事情，灵活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学习中文的时候，我们要跳出自己的既有的这种习惯的框架，灵活的去对待，灵活的去看待，然后不断去优化，不断去调整。我们不应该囿于自己的这个固有的一个习惯，而总觉得这个习惯就能提供给我们一种安心安全的感觉，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特别安心的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完全不思考。其实我觉得学习中文也罢，做任何事情也罢，很重要的是你要不断去思考，这个对我是不是最合适的，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点。如果只是这样每天这样去做，究竟有没有益处？就像我在上一期视频里说过，就是你得考虑一下目的性，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目的为何，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假以时日，这些东西对你是不是一个长久的积累。但假如这些东西对你并没有大用处，比如说，其实说实话，现在短视频我觉得挺盛行的，但我觉得通过短视频学习中文收效甚微。短视频的作用，它更多在我看来就是把你领进门而已，把你领进这个中文的门。更多需要长视频，像我这种当然我不是为了夸自己，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就在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需要多思考，不要被自己的习惯给困住，因为这个习惯可能真的会把你学习中文这个过程无限的拉长，然后让你非常非常难以接近你的目标。假如你想更快的接近目标，对不对？这不是说你心急或没有耐心，我觉得耐心是需要的，但在耐心的这个基础之上，你是可以做调整的，加快自己的进程的。不可能只是让自己这样很死板的、很僵化的，慢慢的只是跟着一个固定的习惯的路径去走而已啊。多去想一想，对不对？其实就像我在做视频的时候，我也会想哪些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 YouTube 上发布的内容，哪些东西首先对学生是有用处的，其次这个算法是会眷顾我的，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边走边聊的形式大家很喜欢，那么我可能会固定下来做这个状态，而且这可能也契合我本身的一个特质，我就喜欢说话，而且我是一个喜欢边说话边想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可能会结合我一些想法，
很适合我这么一个形式。但是涉及到要在算法上比较讨巧，我可能会说更多学习项的东西。当然学习项的东西我会以学习项作为一个切入口，聊到更多生活里的很多层面啊。但同时我会想，因为现在和大家说个事儿，就是 YouTube 把我的广告给关掉了。大家发现没有？看我的这个视频特别的舒服，中间没有任何广告的打扰，因为我的广告被 YouTube 给停掉了。就年前的时候，因为好像要税务关系嘛，因为我在中国啊，就有些东西处理起来很麻烦。以前的话直接在网上这样处理一下就行了，现在今年有新的政策，它需要到线下的这个营业厅去弄。但是吧，说实话，我的这个本身广告费也不多，我也不想去这么折腾。可能因为我还在西安，并不是处在东南沿海这些比较发达的地方啊，比如像广东啊、杭州这些地方，对互联网是经济啊是特别支持的，他们对这些形态很熟悉。但在西安这个相对在中国是西部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要真的去线下去处理这些事情可能会很麻烦。我就想先暂时搁置，不管这个事情。所以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会看到我的这个广告，我的视频里头出现广告。那同时，其实说实话，我做这个事情，一方面是因为热情，一方面其实也需要有一定的金钱的反馈。所以我今年调整了一下，把我这个Patreon 频道重新开张了，而且固定了一个形式，因为大家很喜欢这个边走边聊的形式嘛，对不对？所以我在 Patreon 里头每周会额外做一个视频啊，也是这种边走边聊的形式，但是我会聊一些更日常的话题，比如说家庭啊、朋友啊、亲情啊，还有一些爱情啊，还有生活诸多方面的一些事情，就不纯粹只是聚焦于学习了。因为我觉得这些方面的事情，其实说实话，对于学习中文才更有利。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形式啊，也想听我聊更多这种类型的话题啊，可以成为Patreon会员，很便宜啊，一个月只要$5啊。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在新的一年呢，其实在年前已经开始了啊，新的一年继续要开始这个上私教课了啊。如果想跟着我上私教课的朋友啊，可以在底下这个链接啊去订课啊。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再见喽。